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小城大事收视一路领跑，7位主演演技高低立判，赵丽颖排在第5位，榜首人选没人不服，收视破 2.7。起初小城大事一经现身，紧接着那种数据一下子就呈现出爆棚的态势。确实，真的是无愧于央视播放出来的开年大戏呀！寒霜凛冽之际，竟然存在这样一部戏，欢欢喜喜迎接新春。如此看起来，总台的确是明白观众内心所想的呀。在2026年首部迎来崭露头角的重磅之作，那便是年代戏这一题材领域内颇有威望的小城大事。其所含地位优势不必过多去阐述说明，这回咱们就从演员角度品一品新剧的精彩之处。第7名，秦俊杰是杜涛。其实秦俊杰所拥有的戏份并不是算多的那种情况，但是呢，当看到他和赵丽颖组合成 CP 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去替他觉得担心，会忍不住为他捏一把汗的。秦俊杰自身的表演风格偏向于外放呈现，和作为大女主的演员饰演情侣，这种设定并不那么招人喜欢，从而在观看感受上，可能那样的效果不会太理想。然而，当他与赵丽颖同框出镜，你别说，还真有点 CP 感。两个人不用明说的默契，以及偶尔的相视一笑，确实有那味了。不难看出，秦俊杰在表演上也稍微收敛了一些，并且跟记者的设定极为契合，于剧中不曾有丝毫违和之感，着实生出了些许惊喜之情呢。第6名，黄晓明是郑德成。小明哥这2年着实疲惫，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都刷屏出现，所以在小城大事中也多少也能看出来，他状态没那么饱满。郑德成的人设有些无赖，不按照规则来，却是有真本事的，很容易看得出黄晓明确实是想要竭尽全力去演出人物那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又正是由于太过于想要使出全力，因而部分镜头呈现的没那么自然。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没有拉胯，毕竟那可是黄晓明。不知道后面的剧情是否会有更加高光的片段。第5名，赵丽颖是李秋萍。赵丽颖这张脸一出镜，我就知道稳了。一头短发，干净且利落，配上素净的脸，脸上没有刻意的表情，整个人呈现出朝气蓬勃的状态，浑身充满着干劲。这种状态与年代题材的风格极其契合。在我看来，85花能在年代剧中演得如此自如，确实是少之又少。赵丽颖不管跟谁进行对戏，都不存在什么带有刻意性质的表演痕迹，台词算得上是比较清晰的。不过对比《风吹半夏》，或许少了些强烈抓人眼球的表现，所以在众多戏骨中，赵丽颖的演技会稍微显得青涩一些。当然了，能够成功撑起一部央视所播出的具有年代感的大型电视剧，已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随着剧情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赵丽颖所展现出来的演技也将会有质的飞跃式提升。而且我是真的非常好奇，女主后面会有怎样的事业线。第4名，于矮磊是谭光明。又是于矮磊，竟然还是他。在《沉默的荣耀》里头，古正文这个角色可把观众给气得不行，恨得那叫一个咬牙切齿。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专门发文，期望观众别把对角色的情绪发泄到演员身上。转过头，特务头子瞬间变成了斤斤计较的老干部。谭光明大包小裹地赶来报道，带着被褥，带着脸盆，还带着茶缸，气喘吁吁的样子，却仍有力气和别人争论个输赢。一上来就能将人物稳稳立住，这就是戏骨的功力。在那场戏里，负责建设粤海有关事宜的领导团体之中，我竟然心生这样一种感觉，
那就是唯有于矮磊在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间，有着恰好契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种独特韵味。他操着南方口音，做派也同样非常老套，没有任何现代感。观众可以瞬间感受到演员背后下的功夫。于矮磊的魅力正体现在这里，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那种简单的纯粹黑与白，而是融入了角色自身的独特辨识度。古正文乃奸恶邪佞之人，谭光明呢，给人感觉仿佛老是絮絮叨叨，且有时候还略显怯懦，性格之中存在的微小不足之处，然而却能够被阐释的富有生机且鲜活灵动。人物形象仿佛一下子就跃然于纸张之上，哪怕仅仅只是充当配角，可也总是能够变成镜头范围里的核心关注点。第3名，陈明昊是解春来。每次看陈明昊的表演，都会觉得他这人特有意思。演员本人有意思，诠释出来的角色也是相当好玩。要说那作品，有漫长的季节在，还有老舅在，就连小成大事也在。他呢，抖包袱的时候，居然是完全没有油腻之感的，而且也没留下什么痕迹呢。其实解春来的人设远比不上郑德成，毕竟只是个小配角。可他的表演非常细腻，各种细节直接给人物撑起来了。比如不经意的一声咳嗽，或恭维或吐槽，都是满满的活人味儿。比如说，当那个被称作粤海的班子因为涉嫌买卖土地而处于接受调查情形的时候，仅有一位患有低血糖病症的工程师进行了吃饭这个行为。所有人坐在大院里，面条的秃噜声尤为明显。实际上，这一阶段根本就和春来没有任何事情上的关联。然而，陈明昊在旁边瞅了一眼，不由自主的嘴里就开始嚼空气了。突然这么一下子，让人觉得特逗。第2名，朱媛媛是高雪梅。春梅印刷厂的老板，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的确，在前几集中，朱媛媛所参演之戏份数量并非甚多，然而只要其现身于镜头前，便能够把观众之目光稳稳地掌控于手中。很容易瞧出来，朱媛媛具备的表演功底极为坚实，因而不管是那种较为张扬的表演风格，一开始便能即刻寻的角色关键要点，并且与此同时还不会引得观众产生反感。高雪梅的热情大方，将改革开放后经济上行的美诠释得淋漓尽致。即使她花枝招展、过分热情，却反而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实则正是高雪梅不惧困难，始终维持积极的心态，方可成为真正获取成功的女企业家。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楚的晓得，那个时候朱媛媛已然是病情严重。然而她在演戏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却超乎寻常的良好，的确是全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原来热爱演戏的演员是有如此修养和精神的。第1名，张国强是赵东升。张国强还真是当之无愧的演技之王，难怪会被导演放在开篇出场。旁白话音刚落，张国强亮相，身穿着标准的那种干部服，其样式宽松又肥大，手里拿着铁饭盒，望着那些看着舞狮就乐开了花的小老百姓。说真的，如果不是剧照，我真以为这是哪家地方媒体发的照片。站在台前说话，是真的有那味。不论那是语气停顿，还是不经意的小动作，那都是没有经历10几年官场历练就做不出来的。挺着个大肚皮，表情严肃，不轻易展露笑颜，可又隐隐透着几分和蔼可亲。在这种会议场景里，总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没来由的似曾相识之感。当然，在这样一部正剧中，县委领导的底色必须是严肃的。张国强在进行演绎的时候，表面呈现出的是和煦且亲近的样子，然而实际上对于所有的问题，他都表现得出奇的格外上心。
他以一种极为巧妙，仿若四两拨千斤般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可那仿佛凝到一起的一双眉毛，已然将领导内心对于建设粤海选的担忧给暴露出来了。个人觉得，能够于起始迅速确定整部剧集的格调，张国强确实是最为关键的要点。结语：一部好剧离不开一群好演员的加持。赵丽颖担当了小成大事的一番，想来其他家的粉丝早就骚动不止。但是在我瞅来，85花能够存有各自不一样的野心，根本无需进行正面衡量。句号。毕竟身为流量小花，能够承受得住这种带有一定红色喜剧风格的正剧，已然是极为不容易的了。除此之外，该作品的配角团队格外强大。任何一位演员皆能够把人物性格朝着极致的方向去拉扯，因而群像之间的互动会致使观众在瞬间完成共情，进而产生代入感。接下来，李秋平最终成为了粤海的镇长，然而他这般年轻，并且还是外来的干部，怎样去获取班子以及百姓的信任，这是关键难题。或许更精彩的还在后头。不知道你是否在追《小成大事》呢？